普通子彈飛行時會劃破空氣，發出尖銳刺耳的呼嘯聲，但有一種子彈，它飛得比聲音還慢，槍聲低沉沉悶，幾乎聽不見那種銳利的音爆聲。它就是特種作戰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亚音速子彈。声音在空氣中的传播速度大約是每秒340米，普通步槍彈的初速普遍在700米每秒以上，有的甚至超過900米每秒。所以，当彈頭以超音速飞行時，會在尾部產生一道激波，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音爆。這道激波就是子彈噪音的來源。即使裝了槍口抑制器，也只能降低膛口衝擊波，無法抑制超音速子彈飛行時產生的噪音。亞音速子彈設計目的就是為了最大程度消除這個無法被消音器掩蓋的噪声源。解決激波其實很簡单，只需要減少發射药装药量，同時加重彈头，速度自然就降下来了。以俄羅斯的9×39毫米亞音速彈為例，它的初速只有每秒280到290米，遠遠低於音速。子彈飛得慢就不會產生激波，配合消音器，槍聲就只剩下激發時機械部件碰撞的悶響和氣浪噴出的噗噗聲。但飛得慢，代價也很明顯。動能公式裡速度是带平方的，速度減半，動能就只剩下1/4。為了彌補這個損失，設計師只能靠加重彈頭，盡量彌補速度下降帶來的能量損失。蘇聯人在這個思路上走得最遠，9×39毫米的 SP5 普通彈彈頭重達16克，所以對比普通5.56毫米步槍彈的彈頭只有4克左右。SP5 在中近距離依然能保持可觀的殺傷效能，它的穿甲型號 SP6 則更加兇猛。在测試條件下，同樣16克重的彈頭，初速305米每秒，100米距離上可以輕鬆穿透8毫米厚的鋼板，200米距離上能夠穿透30層凱夫拉纖維制成的防彈衣。低速不等於无力，重型彈頭把动能穩穩地送到了目標上。另外一種极具代表性的亚音速彈是美國的点300 BLK， 這原本就是為近距離作戰和微生環境專門設計的口徑。它的亞音速彈頭和9×39差不多，同樣重大約14克。点300 BLK 的亞音速装药通常配合重型彈頭，原来在近距離保持足夠的中弹效果，装进短枪管的步枪裡，配合消音器在城市巷戰中使用，消音效果非常好。在手槍彈領域，点45 ACP 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亚音速彈，標準的230格林彈頭，初速只有每秒259米，遠低於音速。9毫米帕拉貝姆手榴彈標準型是超音速的，但只要換上147格林的重彈头，就能把速度壓到每秒290米左右，变成合格的亚音速彈。不過，亞音速彈的缺点也同樣明顯。首先，彈道彎曲的厲害，初速太低，彈頭還沒飛到200米就開始大幅下墜，有效射程通常被限制在300到400米之間。遠距離射擊時，射手必須不斷修正瞄準點，難度比普通子彈大得多。其次，穿透力較弱，速度是穿透力的重要来源。亚音速彈对硬质目標的穿透能力遠不如同口徑的超音速彈，即使 SP6 能穿透8毫米鋼板，那也是在100米的距離上，到了500米就只能穿透2毫米了。另外，亚音速彈对槍械本身也有要求，膛壓太低，可能導致部分導氣式槍械的自動循環無法完成，甚至變成手動拉栓的大號單發槍。因此，不是所有的槍都能穩定發射亞音速彈，需要匹配專用的殘具和導氣系統。所以，亞音速彈從來不是為了通用而生的，它放棄了一部分射程和穿透力，換來了極致的安靜和近距離內足夠致命的停止作用。在城市潛入、敌後滲透、特種偵察這些场景中，被發現就等於任務失敗。這時候，槍聲小一檔，就意味着多一分生存的機會。本期關於亞音速子彈的介紹就到這裡。各位覺得亞音速彈在未來戰場上會不會被更先進的精英武器取代？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再見。